沒有錯，今天我們來開箱就是這個高達將近89900元的這個 Galaxy Z Tri4啊，應該是目前手機裡面最貴的手機了，哇，快9萬元的手機啊！今天就來開箱看看這個最貴手機的體驗如何。那今天那個開箱方法我會是比較第一人稱，所以會看得到非常多這個手機的細節，包含它開盒的樣子啊，然後按鍵的感覺，以及它的折痕或者什麼都會看到，背面的材質，所以應該跟其他頻道會不太一樣。那我們趕快開始吧。那首先就看到這盒子非常的大，畢竟這是一款將近9萬元的手機啊。那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哇，彩券網站哇，打開哦，這邊就寫一個 Samsung， 然後这個是什麼？這應該是它的配件包，哇，竟然有配件包。然後手機的本體就在這裡了，這個可以看到是手機。我們現在看一下裡面有什麼配件吧。哇，好久沒有開箱配件的感覺，通常最近的手機都是充電線而已。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哦，有個 case， 已經看到一個 case， 看一下長什麼樣子。長得是這樣，它是一个應該是吸附在這一面的這個 case，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用看，然後再看一下旁邊還有什麼。哦，這一面就是一個充電線，還有一個退卡針。誒，所以是沒有那個充電頭的嗎？然後是手機的本體，把它拿起來，看一下下面還有什麼。哦，下面還有一層啊，所以充電頭應該是放在這裡。哦，沒錯，它就有一個充電頭。那這是一顆這個45瓦的充電頭啊，所以基本上除了這個手機的本體以外，它附了一個這個磁吸的手機殼，可以保護你的轉軸，然後充電頭還有這個充電線，算是一個大全套了吧？哇，畢竟也是花到了9萬元這樣的價格。那不過這個殼呢，我其實更推薦，就是我那時候在快速上手影片中，我看到一款是具備支架的，那個的話，它這邊還多了一個支架，那這個是沒有。不過至少你拿到手機的時候，就是可以馬上開始做使用，然後也會有一個基礎的保護在。那我們就趕快來看手機吧。剛拿到的時候就會看到說，哦，這個背面的這個背板是走這種有點像碳纖維的這種感覺。它這個其實不是碳纖維，它是一個叫做陶瓷玻璃纖維的複合材料。那我本來以為它是為了這個帥去弄的，但其實後來發現它應該是為了它的強度和它的輕巧。我們來撕個膜，這就是9萬塊撕膜的感覺嘛。那我們趁現在還沒開之前，先來看一下它的折痕的感覺。其實我覺得折痕，如果你是正着看的話，像這樣，除非你用打光的方式去找，要不然其實是看不太到。然後可以很明顯感覺出，右邊的是會稍微再寬一點，左邊是比較窄。自己覺得折痕其實一直都不是折疊的重點啊。如果你真的有使用過折疊的話，然後現在打開的情況下，我其實單手這樣握，好像還可以。雖然說這款手機的重量有309克，是一個比較沉的手機，不過因為它展開之後非常的薄，你看薄度是這邊最細的是3.9 mm 而已，然後中間好像是4.2，右邊是4吧，所以中間是比較厚一點。但是其實整體的打開之後，整個配重是很不錯。如果你真的是把它當成一款小平板來看的話，其實配重是真的蠻好的。好，那我來做它的合的動作。那它合起來的方式，因為它是一個3折手機嘛，就是這樣一折，再這樣折。哇，這樣就整個合上了，然後打開也是非常的不錯，因為像這邊它這個最外層這一折是有做一個比較長條狀，所以你手這樣直接這樣搬開，是非常輕易搬開。然後搬開過後呢，它這個真的很聰明，它這邊有個磁鐵，有磁力的關係，它把中間這層弄得翹一點。它原本沒有翹起來的原因，應該是因為它被夾住了，所以整個看起來會像是這樣，就是一個很密合的狀態。但如果當你打開這一層之後，它就是會有點略微翹起。所以很多人在留言說我這樣開這一層的時候，指甲會去刮到，但其實不會，就直接這樣搬開就好，非常的優雅，非常不錯。然後因為它採取的是像這種 G 字折疊，就是像這樣。像個 G 的符號，所以說其實呢，它是內幕是完全保護在裡面，在耐用性上是會比較好一點。那相較於華為的那個 Z 折疊來講的話，就是不太一樣。華為 Z 折疊是它打開會有一個2片螢幕的這個使用方法，但是3片就是要麼就是全部只有這個外幕6.5寸外幕，要麼打開就是這個10寸的螢幕啊。然後我覺得打開的手感，當然最好的情況就是雙手握持，但如果你要這樣單手拿着也是不錯。直着拿其實也是還 OK，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重量。你就想象你拿平板的那種感覺，但這是一個超級薄的平板這樣。那我是合起來的話呢，
是比較沉一點，也比較厚一點。雖然它有到這個12.9mm，但其實它跟前一代這個 Galaxy Z Fold 6其實沒有差很多。Z Fold 6是12.1，然後這個3折疊的厚度甚至比第5代的折疊，就是 Z Fold 5的13.4mm還要薄所以其實它這個工藝進步的感覺是非常巨大的。然後它只有這個外幕還有全開螢幕的使用方法，然後也因為如此，它這次的鉸鏈啊，這一面有鏡頭這一面大概在這吧，它就會直接彈開。然後這一面的話，應該是也是它到某個極限就直接彈開，所以它就會直接變成這樣一個扁平的這個形狀在。然後接着來看一下外觀吧。那進入下一個環節之前呢，要现在介紹一款超強的 AI 啊，那就是 Manus AI， 絕對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種單純跟你聊天啊，或是文字產出那種 AI。今天這個 AI 是真的可以派得上用場的 AI 超強生產力神器啊。那這個 AI 可以快速把你丟給它的 PDF 檔生成一個完全可以用的簡報，你甚至還可以教它在簡報中塞入圖表，或者是選擇你想要的簡報樣式。那也可以一鍵就生成一個互動式的視覺網站啊，或者你要生成一些工具類型的網站，你都可以做得到。它還可以让你直接使用 Google 最新的 Veo 3的引擎去生成这個影片的部分，看是要拿來當你的 YouTube 片頭啊，或者是拿來做 B-roll 都非常的好用。簡報啊、網站啊、試算表、圖形、影片、音訊，通通難不倒它。它甚至還會自己操作瀏覽器。跟自己写 Python 來幫你做爬蟲啊，超級誇張的。那重點是它有一個大招，它可以一次召喚100位 AI 幫你做事啊。重點是每個 AI 之間呢還會互相溝通啊，這就完全就是一個團隊的感覺。而你就是那個 AI 界中的我獨自升級啊 ，AI 大將軍的那種感覺在。有了它之後，就真的很像是你聘請了一個100人團隊一樣啊，工作效率真的是跟之前完全不能比啊。那現在只要透過我的鏈接去註冊，或者是兌換我的優惠碼，就可以馬上獲得1000點積分啊，就可以免費體驗看這款超神的 AI， 用到賺到啊！趕快去試試看吧，免費的。那這是它的外觀呢，右邊就是這個按鍵，還有這個指紋和電源鍵的結合。然後因為它這邊跟 Z Fold 7有點不一樣，是它這邊有做一個內凹，所以其實更容易可以辨識到你的位置要按在哪裡。然後喇叭的部分的話，採取的是上下喇叭。所以到時候如果我真的深入體驗的時候，我再來看一下整個使用起來的感覺是怎樣。因為你這樣拿着上下喇叭，可能你的那個立體環繞感覺會不如左右喇叭啦，會有點奇怪。不過這個就等到之後真的是實際使用之後再來看一下感覺是怎樣。然後接着我們來看一下鏡頭的部分，它鏡頭部分其實就跟這個 Z Fold 7是一模一樣，就是一顆2億的主鏡頭，那個鏡頭表現就非常的好。然後接着就是一個1200萬的超廣角，還有一個1000萬的3倍長焦鏡頭啦，就是一個算是日常的情況下是堪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拍一些東西，特別是長焦部分的話，就會比較吃力一點點。但是主鏡頭的表現是真的都很不錯。好，那我們就來開機吧。那既然是3折疊，那我們就以這個方式來開吧。哦 ，Samsung 從來沒有拿過這麼大的 Samsung， 通常螢幕大只有這樣而已，這10寸的內螢幕真的是非常的誇張啊。哦，進去了，歡迎。那可以看到說，它這個熒幕呢，其實你看，當你真的是正式熒幕的時候，其實你是看不太出那個折痕的，一定要這樣側着看。那偏偏如果你真的不是使用者的話，如果是偷看人家折疊的話，你剛好都是側着看，所以你會覺得，折痕好像很明顯。但其實，如果你真的是常用折疊人的話，其實折痕真的是不是重點。然後就可以看到它的熒幕其實是還蠻不錯，這是一塊10寸的 Dynamic AMOLED 2X 的熒幕，那它的比例是16:11，大家可以來看一下，看影片的感覺是怎樣。然後它支援了1到120赫茲的 LTPO 的熒幕，那峰值亮度是1600，它的峰值亮度會比這個 Z Fold 7再低一點啊。不過我猜它假設應該是這個開啟的狀態之下，你應該大部分都是在室內進行使用這樣。然後我自己摸起來，我覺得它其實內螢幕的這個感覺就會跟這個 Z Fold 7是蠻類似的，甚至它好像再更平一點，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這款手機是比較新的情況下。那我自己這樣摸起來，現在初步摸起來，它的硬度其實都已經算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硬度了，就是已經不是像第一代產品那樣。畢竟你看一下，如果是雙折疊，就是 Galaxy Z Fold 第一代的感覺，這款已經真的是很不像初代手機了，這感覺真的是已經非常的成熟這種感覺在。然後它的內螢幕呢，也支援了內螢幕的鏡頭，就這邊有一顆內螢幕的鏡頭，就是折錯的方向。如果你折錯，它就會瘋狂的震動，
非常的好笑。那我這邊要再硬折，其實是折不起來，因為這邊除了震動告訴你錯誤以外，其實這邊是會卡住，你是折不過去的，所以你一定要照它的順序折。除了剛剛那邊有顆鏡頭以外呢，這邊其實也還有一個內幕的鏡頭，其實是兩邊都有內幕的鏡頭。不過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這麼大的熒幕之下呢，這個鏡頭如果也在角落的話，會是更好一點，比較不影響。然後或者是恢復到之前三星的那個熒幕下鏡頭，會是一個更完美的一個體驗。這樣，然後因為它是3折，所以它的其實邊框厚度是會比 Z Fold 7再厚一點。你可以看到說它的厚度大概是這樣，就是整體來講的話是會再稍微再更厚一點點，但整個觀影體驗還是很不錯啊。而且它是如果你當小平板來看的話，哇，真的是很不一樣，它就是整個是多了一片这種感覺在。好，那我就進去設定一下呢，我们來看一下說看影片啊，或者是看文章的感覺是怎樣，然後這邊測試一下它整個多功能感覺是怎樣。好 ，OK， 終於設定好，那我們就進來這個系統啦。剛打開就會看到，哇，這個真的是一個小平板的感覺啊，跟那個平常的 Z Fold 7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看影片的感覺是如何。好，然後這個就是它整個看影幕的感覺，我這邊把這亮度拉到比較亮一點，你可以看到說它其實有效的使用面積是多非常的多的。那如果你跟這個一般的直立式手機來比的話呢，哇，這個體積又是非常大的差異在，你可以看到說它這個上下黑邊的部分就是利用率是非常高，不太會有像之前 Z Fold 7那個感覺在。但看這個面積，哇，這個插起來也是非常的巨大。那如果你再把這個 Z Fold 7加進來的話呢，就會變這樣。可以發現說，哦，這個 Galaxy Z Tri-Fold 是真的有它的價值在，因為你看這個光是這個觀影的體驗，即使是折疊機都差非常的多啊。10寸這個小平板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啊。然後更別說，如果你現在是看橫向影片，就差那麼多。那如果你把它轉成直的，假設你開始看你的短影音，可能是 short， 它其實整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看這個滑動起來的感覺，然後再跟這個一般的直立式手機相比，這樣的感覺是差非常多的。這個感覺，哇，這多巴胺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所以真的是差蠻多。那我覺得它直立式還有一個還不錯的應用，就是這個看文章的時候，當你在閱讀文章時呢，如果你是這樣直立的，其實你整個觀影體驗會好非常的多啦。就像這樣，你看點進去，這樣點進去之後呢，它其實整個的感覺是不太一樣的。那此外，我覺得這麼大的螢幕還有一個非常重點的功能，就是在於多工的部分。像是你如果正在看文字的時候呢，你想要把這个你拍的照片叫出來，然後或者是你想要再看 YouTube， 然後你看它即使是開成3個分頁，它的分頁的大小都非常完整，每一個都是非常方便閱讀，並不會有說哪一個特別小，哪個特別擠這種感覺在。然後它除了這3個直立的以外呢，你還可以改成這種1大2小，就是還是可以做一個非常良好的閱讀。那它這個變更的方式也都非常靈活，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存起來，放在像主螢幕，它就會存成像這樣這種東西。然後點一下就會直接打開，是一個非常具有生產力的模式啊。好，然後我特別下載這個 TradingView 的線圖，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如果你是拿來看一些股票或者看一些技術線圖的感覺怎樣？你點開之後呢，哇，這個圖片真的是非常的清晰，顯示的範圍非常大。你看它甚至顯示到2024年的圖。但如果你是拿手機這種直板手機來看的話呢，它整個可以顯示的資訊差是差非常的多的。那更別提就是如果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記號啊，做一些筆記的時候，感覺是會方便非常的多。然後再來就是它這次它其實是第一款可以運行 Samsung DeX 在手機上，而且它啟動方式非常的原始，它直接就內建在裡面，是不需要啟動。你點這個多工之後呢，點這個電腦的符號，點一下。它就直接啟動這個桌面，這桌面就叫電腦版1。在這桌面裡面呢，你隨便點的東西，它都會是視窗化的，所有東西都是可以做這種大小的調整，就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外接了一個滑鼠鍵盤，就是真的是可以原地開始辦公這樣。我在之後新的影片也會實際來測試看看這個辦公的感覺是如何。好，然後剛剛上也忘記來看，就是剛剛不是有一個手機殼嘛，沒有用過，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用上去的感覺是如何。它這個殼的用法就是你在這邊直接把它吸上去。它會直接磁吸住，然後就會在這邊做一個保護的作用。所以打開時呢，就這樣打開。你看這個外螢幕，它這邊會做一個保護，就是這個轉軸的部分。但如果你合起來時呢，它就剛好把這個打開，所以這個外螢幕就可以繼續做使用。但這邊轉軸就多了一個保護，這樣它就是會
有一個額外保護，其實是還蠻不錯的。好，那接着最後部分，我們來簡單上一下規格表。那就如我那個快速上手影片裡面提到，這個其實規格就跟這個 Z Fold 7是非常的相似的。那唯一一點比較可惜的就是處理器使用的是8以立，並不是最新的8以立 Gen 5，這點是稍微比較可惜一點。不過基本上會使用折疊機的人，應該會是比較在意多工或者是影音觀看。那這個在16:9的比例之下，這兩點是完全碾壓 Z Fold 7。然後最後它的定價是89900元。不過在我拍攝影片的當下，也就是開售的這一天，其實已經完售了。所以想買，其實現在也是買不到的。要不然這個東西拿來做這個社交神器，真的很誇張。看這樣打開，哇，旁邊那個做捷運的人應該會被你嚇死。那如果你拿這個去給店員掃 QR code， 我要LINE Pay，然後拿着給他掃，他應該也是會被你嚇死。拿一個平板這個感覺在。好啦，那差不多今天這個快速上手影片啦，就是比較詳細的帶大家使用第一人稱的視角去看一下這款手機的這個感覺在。那整個的折疊的感覺，包括你像現在看它這個密合度的部分，其實都是非常的精緻。好，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或者你有什麼想要替我補充，可以在底下留言替我補充。那之後我應該還會有一部影片是使用這款手機幾天之後的使用心得。所以如果你對這款手機還有興趣的話呢，雖然說現在買不到了，但是還是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那最後順便再記得幫我把這部影片按讚和熱推一下這部影片啊，熱推對於這個我的頻道是非常有用的。就再麻煩各位了，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